三伏天不适合吃的东西有哪些？有粉丝私信老黑，三伏天总是吃错东西拉肚子，想了解到底哪些东西在三伏天的时候要少吃。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三伏天要少吃的东西是什么。一、肥肉，肉类绝对是很多人的喜爱，尤其是吃肉喜欢肥瘦相间的。在天气炎热的三伏天，尽量还是少吃肥的部分。气温升高会导致人的食欲下降，因为喝水的量和流汗的量都在增加很多，摄入大量水分会影响到胃酸的浓度，胃酸变淡，所以影响到了对食物的消化。但是肠胃要消化肥肉这种油腻的食物，需要的胃酸很多，光吃不消化就导致肠胃负担变大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吃的太油腻会拉肚子。二、海鲜。2021年，江苏常州一男子跟朋友吃了一顿小龙虾之后，食物中毒住进医院。虽然三伏天并不是完全禁止吃海鲜，但是要吃的必须是少量并且清淡的海鲜。烧烤摊上那种麻辣海鲜或者生腌海鲜，尽量不要在三伏天这种超高温的时候吃。天气热本来就忌辛辣，会对肠胃造成刺激，而生腌海鲜在炎热的时候更是容易变质，里面的寄生虫和细菌也会变多，一不小心就容易闹肚子。三、韭菜。都说入伏不能吃韭菜，因为韭菜是一种性温的食物，能够补充身体的阳气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总是说男的要多吃韭菜。而在三伏天这种天气燥热的时候，人的火气和阳气本来就特别旺盛，这个时候还吃韭菜只会火上加火。不过除了这些，还有更不适合三伏天吃的东西在后面。三伏天要少吃的食物。四、西瓜。2020年7月份，义乌一男子就因为吃西瓜而住进医院。虽然西瓜绝对是夏天的必备良品，可是到了三伏天这种夏天最热的时候，西瓜尽量要少吃。天气炎热的时候，适量吃西瓜能够降温解暑，也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。可如果过量吃西瓜，还是吃冰镇过的西瓜，就容易造成肠胃不适。很多人还喜欢买一个大西瓜，吃不完的时候放冰箱吃好几天，这是绝对不行的。隔夜西瓜很容易导致人食物中毒，每年都有吃隔夜西瓜休克昏迷的，甚至还有死亡案例。因为西瓜隔夜之后特别容易变质，被细菌感染，吃下去对身体肯定是有害的。五、柚子。看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会说，柚子不是清热下火的食物吗？确实，三伏天适量吃柚子是没问题的，能够起到解暑的作用。但是柚子也是一种性寒的水果，而且还富含有机酸。有机酸是一种能够刺激胃酸分泌的物质，因为柚子降火而大量的吃，会影响肠胃功能，轻则消化不良，重则腹痛腹泻。六、山竹。山竹是一种口感甘甜滑嫩的水果，而且水分含量也很多，所以在三伏天的时候，可以在口干舌燥的时候吃几个山竹补充水分。但是山竹也是一种纤维素含量很高的水果，吃多了会增加肠胃负担，导致便秘。而且因为山竹也是寒性水果，体虚的人吃多了山竹反而会导致身体寒气增加。那么除了这些，还有哪些不适合三伏天吃的食物呢？10种不适合三伏天多吃的食物。七、荔枝。2022年7月份，广东惠州一女子狂炫1斤荔枝之后，出现了恶心头晕的症状，被送到医院之后才检查出，因为吃太多荔枝导致果糖不耐受。这样的案例在夏天的时候并不少发生，因为荔枝水分多，味道又甜，所以夏天很多人爱吃。适量吃荔枝也能给人体降温，但是吃多了更容易导致上火。而且因为荔枝中富含糖分，而这些糖分都需要交给肝脏来分解，也会导致肝脏功能受损，糖分无法被完全消化，吃多了当然会出现不耐受的情况了。八、芒果。芒果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水果，味道甜美的同时，也是一种让很多人过敏的食物，这都是芒果中的致命性蛋白、醛酸等物质在作祟，这些物质会刺激皮肤黏膜。九、柿子。柿子是日常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一种水果，也是一种凉性水果，所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还能够清热解渴。十、榴莲。大家都知道榴莲是热带水果，也是一种热性水果，而且榴莲里富含糖分和脂肪，吃多了会增加肠胃负担，导致消化不良，而且在炎热的天气里吃很容易让人上火。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，欢迎评论、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再见。